司马伦除掉贾南风之后独掌朝政，为何又引发诸侯王叛乱？司马囧和司马颖是如何攻入洛阳的？司马囧掌权之后，为何再次引发诸侯王反叛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司马伦狗尾续貂。300年3月，司马伦伪造诏书，毒死了皇后贾南风，接着他便开始独掌朝政。此时，太子司马昱已经被贾南风杀害，朝中大臣便准备拥立司马允为皇太帝，但遭到了司马伦的拒绝，而且他还将司马允明升暗降，剥夺了他的兵权。司马允假装有病，不肯接受任命，司马伦便让御史拿着皇帝的诏书，以谋反罪逮捕司马允的属下官吏，逼他接受任命。司马允看过诏书后发现，诏书是司马伦的智囊孙秀的手迹，于是他勃然大怒，立即下令逮捕御史，结果御史早已逃走，只能斩杀了留下来的2名令史。接着他便率领700余名亲兵，准备去捉拿司马伦。在前往的路上，他大声吼道：赵王司马伦准备谋反，凡是淮南王的将士全都袒露左臂，随我前去捉拿乱臣。很多人便跟随他来到了皇宫的外面，结果时任尚书左丞的王瑜得知消息后，连忙关闭东掖门，使他们无法进入。司马允便率军前去包围司马伦的相府。双方从清晨一直激战到午后，多次打败司马伦的守军，但始终无法攻入。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迁在皇宫内担任侍中，他秘密邀约勇士，并以富贵相许，组织起了400多名骑兵，由符印率领着从宫中出来，他们手举着空板，谎称是奉诏前来支援司马允的。司马允信以为真，下车接受诏令的时候被符印杀害，年仅29岁。至此，司马伦转危为安，野心也就愈发的膨胀了。他给自己加赐9息，增加封邑5万户，相府的府兵也增加至2万人，与皇帝的护卫相同。301年正月，司马伦在孙秀的运作之下，准备让司马衷禅位于他。孙秀让司马威等人捧着皇帝的玉玺和印绶，请求司马伦禅位登基。司马伦假装谦让之后，便准备接受禅让。他们将司马衷从华林园的西门送入金庸城，给软禁了起来。之后，司马伦正式登基称帝，尊奉自己孙子辈的司马衷为太上皇，立自己的长子司马夫为太子。之后，他大肆封赏，所有亲信都被破格提拔，连奴仆杂役都给加封了爵位。当时，所有高级官员的帽子上都用雕尾加以装饰。由于司马伦加封的官员实在太多，导致雕尾不够用，只能用狗尾来代替。狗尾续貂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得知司马伦篡位后，各地的诸侯王大为不满，特别是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囧，驻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瑜，以及驻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。司马伦担心他们起兵反抗，孙秀便选派自己的亲信前去担任3位诸侯王的参将和郡守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派去监督司马囧的亲信张乌却背叛了他。张乌告诉孙秀和司马伦说，司马囧并没有图谋的迹象，于是司马伦便没有防备。可事实上，司马囧早已秘密联络了司马瑜和司马颖，接着他们便从各地开始起兵，并将讨伐司马伦的檄文传给各州郡。司马伦和孙秀得知后大为惊恐，连忙派遣属下的将领前去迎战。他让孙福等人率领7000人从延寿关出兵，延寿关位于今天河南省偃师市以南。派遣张宏等人率领9000人从鄂坂关出兵，鄂坂关位于今天河南省登封市东南。派遣司马雅等人率领8000人从成高关出兵，成高关也被称为虎牢关，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。让司马茂、持节都督各军，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迁则带领8000人为后援。兵力部署完成之后，司马伦还是有些担心，于是他让杨真在宣帝庙里昼夜不停地祈祷，将一个名叫胡沃的道士拜为太平将军，让他负责招抚保佑。然后又派遣亲信穿着雨衣前往嵩山，诈称是仙人王乔，告诉民众说司马伦的国运非常长久，以此来迷惑民众。不多时，张宏便率军到达了阳翟，即今天河南省禹州市。在这里，他与司马囧的大军相遇，两军展开激战，结果司马囧不敌，丢失了大批辎重后，退到了颍水东岸的颍阴。
稍事休整之后，司马囧命令大军西渡颍水，再次对张宏发起攻击，但仍然未能取胜。张宏乘胜反击，将司马囧的大军赶回了颍水以东。随后，他在颍水西岸列阵迎敌。正在张宏节节胜利的时候，从延寿关出兵的孙府大军却不战自溃。在没与敌军交战的情况下，军营里竟然发生了夜惊，导致士兵大乱。作为主将的孙府和徐建不仅没有整顿兵马，而是丢下大军逃回了洛阳。为了逃避责任，他们就对司马伦说，司马囧的军队非常强盛，势不可挡，张宏率领的大军已经全军覆没了。司马伦听后大惊，立即封锁消息，密令自己的儿子司马迁和许超回防洛阳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司马伦却收到了张宏取胜的捷报，高兴之余，他连忙让司马迁和许超掉头赶往前线，将士们被来回折腾，导致士气非常的低沉。此时，张宏再次率军向司马囧发起猛攻，司马囧自知不敌，便避其锋芒，不与其交战，而是派兵去攻打孙府和司马谈的乱兵。乱兵群龙无首，纷纷开始溃败，张宏只能收集残兵，撤军休战。双方在颍水两岸展开了长久的对峙。再来看司马颖的大军，司马颖从邺城出发后，受到了百姓们的热情拥戴。大军到达朝歌，即今天河南省淇县的时候，兵众已经达到了20余万人，但由于都是临时组建的队伍，战斗力并不是太高。他让前锋赵襄率军出击，与敌军在黄桥展开激战，结果战死8000多人，大败而归。司马颖见状，准备退守朝歌，但王晏和卢志劝谏说，我军失利，敌军必然有轻敌之心，不如挑选精兵连夜出击，定能出奇制胜。司马颖采纳了他们的计谋，命令赵襄率领8万大军再次出击，与刘琨率领的3万大军在距离温县10余里的秀水之畔展开了激战。结果刘琨的3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刘琨烧毁了黄河上的浮桥后逃回了洛阳。司马颖则率领大军来到了黄河北岸，修复浮桥，准备渡河前往洛阳。再来看驻守长安的司马懿。起先，司马懿看了司马囧的讨伐檄文后，立即将使者逮捕，并送给了司马伦。司马伦见他支持自己，就请求派兵支援。于是，司马懿便派遣张方率领大军前去支援司马伦。当张方走到华阴的时候，司马懿听说司马囧和司马颖占据了上风，于是连忙派人去追张方，并让张方反过来支援司马囧和司马颖。当得知司马颖的大军很快就会抵达洛阳，司马伦和孙秀便惶惶不可终日。为了扭转败局，孙秀决定让洛阳城内4品以下官员的子弟，只要年满15岁，全都跟随司马伦出战。然而，百官早就对司马伦失望透顶，恨不能杀他以谢天下，怎么可能继续支持他呢？孙秀知道众怒难犯，只能和亲信们商议其他对策。这时，有人提议应该收集残兵，继续迎战司马颖；有人提议烧毁宫殿后向南投奔孙琦和孟关；有人提议不如乘船向东逃往大海。就在这时，之前亲信司马伦的王瑜也看不下去了，他率领700名士兵从南掖门攻入，敕令宫中的所有士兵守卫宫门。他自己则率军包围了孙秀的府邸，孙秀仓皇出逃，却被赵全追上后给斩杀了。接着，王瑜率兵驻扎在云龙门，逼迫司马伦发布诏令，迎接司马衷复位。最终，司马衷从金庸城被引入皇宫复位，司马伦则被关进了金庸城。不多时，司马颖的大军抵达洛阳，被迎入城中主持大局。他派人给司马伦送去金屑酒，像他毒死贾南风一样服毒自尽了。至此，司马伦成为了8王之乱中第3个被杀的诸侯王。接着，司马颖派遣赵襄等将领前往阳翟支援司马囧。张宏得知洛阳的情况后不战而降，司马囧便率领大军前往洛阳。等他到达洛阳后，司马颖将所有功劳都推辞给司马囧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邺城。接着，司马囧被拜为大司马，主理朝政。然而，司马囧独揽朝政后，便开始大修府邸，沉迷于女色，宠信亲近之人，导致政事荒废。为了能够长久地把持朝政，他将年仅8岁的司马谈立为太子，他自任太子太师。302年，李涵逃往长安，谎称自己接受了司马衷的密诏，
让司马懿率军讨伐司马囧。于是司马懿便扬言率领10万兵马，与成都王司马颖、新野王司马欣、范阳王司马萧共同起兵讨伐司马囧，八王之乱再次拉开了序幕。那么司马囧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